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楊碧彤站在騰達集團總部大樓前，仰望着高聳入雲的玻璃幕牆。早晨的陽光灑在玻璃上，折射出耀眼的光芒。他深吸一口氣，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職業裝。這是他第一次以員工的身份走進這座大樓。從今天起，我就是策劃部的實習生了。他低聲告訴自己，嘴角泛起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。前台接待員抬起頭，公事化地問道：“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？”“我是新來的實習生楊碧彤，今天到策劃部報到。”接待員在電腦上查詢了一下，遞給他一張臨時門禁卡。電梯上18樓，出電梯右轉就是策劃部。楊碧彤接過門禁卡，輕聲道謝。電梯裡擠滿了上班的員工，每個人都行色匆匆。他注意到一個年輕男子一直在打量他。男子穿着筆挺的西裝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。新來的？男子突然開口問道。楊碧彤點點頭，今天第一天上班。策劃部的？是的。男子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。那以後就是同事了。電梯到達18樓，男子率先走出電梯。他回頭看了楊碧彤一眼，眼神中帶着審視。策劃部的辦公區很大，開放式工位排列整齊。楊碧彤按照指示找到部門主管的辦公室。主管是個中年女性，戴着金絲眼鏡，看起來很幹練。你是楊碧彤？人事部已經通知過我了。主管從文件中抬起頭，快速打量了他一眼。我叫李靜，是策劃部的主管。他起身從文件櫃裡取出一份資料遞給楊碧彤。這是部門的基本情況和正在進行的項目。楊碧彤雙手接過資料，認真地翻閱起來。李靜看着他專注的樣子，微微點頭。你的工位在靠窗的位置，旁邊是陳子陽。提到這個名字時，李靜的語氣有些微妙。楊碧彤沒有多想，按照指示找到自己的工位。工位很整潔，電腦已經配置好了。他剛坐下，旁邊就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：“原來你就是新來的實習生。”楊碧彤抬頭，看見電梯裡遇到的男子。我叫陳子陽，算是你的指導老師。他伸出手，笑容依然帶着審視的意味。楊碧彤與他輕輕握手，注意到他手上的名表。請多指教。陳子陽打量着他的衣着，眼神有些微妙。你的包包挺特別的，我在雜誌上見過類似款式。楊碧彤心裡一緊，面上卻保持平靜。可能是仿款吧。我在小店買的。他輕輕將包包放到桌下，避開了對方的視線。陳子陽似乎還想說什麼，但被電話鈴聲打斷。晚上部門有個迎新聚餐，你也一起來吧。他接電話前匆匆說了一句，轉身離開。楊碧彤看着他的背影，若有所思。他打開電腦，開始熟悉工作內容。周圍的同事都在忙碌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。偶爾有人投來好奇的目光，也都很快移開。楊碧彤並不在意，他喜歡這種低調的感覺。中午吃飯時，他獨自去了員工餐廳。餐廳很大，菜品也很豐富。他選了幾個簡單的菜，找了個角落的位置。剛坐下，就聽見旁邊桌的議論聲。聽說新來的實習生很漂亮，陳子陽已經盯上了，你還是別想了。楊碧彤皺了皺眉，低頭專心吃飯。他沒想到職場環境如此複雜，不過這正好符合他的預期，就是要體驗最真實的工作狀態。他自言自語，嘴角泛起一絲苦笑。下午的工作主要是熟悉項目資料。陳子陽給他分配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，把這些數據整理一下，下班前給我。
他的語氣很公事公辦，帶着明顯的優越感。楊碧彤沒有在意，認真開始工作。他發現公司的管理系統有些老舊，一些流程明顯可以優化，但他沒有說出來。現在還不是時候。他默默記下這些發現，準備以後再說。下班時間到了，同事們陸續離開。陳子陽過來敲了敲他的桌子。聚餐地點在樓下的江南宴，別遲到。他的語氣帶着命令的意味。楊碧彤點點頭，開始收拾東西。他注意到陳子陽在觀察他的每一個動作，這種被監視的感覺讓他很不舒服。但他還是保持着得體的微笑。走出公司大樓，晚風拂面而來。楊碧彤深吸一口氣，感受着自由的空氣。他知道這場職場體驗才剛剛開始，前方的路可能比他想象的要複雜得多。江南宴的包間裡，策劃部的同事基本到齊了。楊碧彤找了一個不起眼的位置坐下。陳子陽很快就在他旁邊落座，帶着自信的笑容。怎麼樣，第一天上班還習慣嗎？他遞過來一杯果汁，動作看起來很紳士。還好，同事們都很友好。楊碧彤接過果汁，輕輕放在桌上。部門主管李靜舉杯致辭，歡迎新同事。大家都跟着舉杯，氣氛看似很融洽。酒過三巡，話題漸漸轉向了公司八卦。聽說董事長女兒最近回國了。一個戴眼鏡的男同事神秘兮兮地說。陳子陽立刻接話：我也聽說了，但沒人見過，說不定會來我們公司實習呢。另一個女同事插嘴道，眼神中帶着向往。楊碧彤低頭吃着菜，沒有參與討論。陳子陽注意到他的沉默，湊近問道：你怎麼看？什麼怎麼看？楊碧彤裝作不解。董事長女兒啊，說不定會成我們的同事。陳子陽的眼神帶着試探。楊碧彤輕輕搖頭，這些大人物的家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？他的回答讓陳子陽有些失望。你倒是想得開。他語氣中的諷刺很明顯。聚餐進行到一半，陳子陽開始炫耀自己的業績。上次那個化妝品項目，客戶非常滿意。他得意地看向楊碧彤，這個項目可是給公司帶來了不少利潤。旁邊的同事附和着誇獎，但表情都有些微妙。楊碧彤安靜地聽着，不時點點頭。他記得下午看過的項目資料。那個化妝品項目確實成功，但存在很多問題。客戶對部分創意並不滿意，利潤也沒有那麼高。但他沒有戳破陳子陽的誇大其詞。新人要懂得保持低調。他想起父親臨行前的叮囑。聚餐結束後，陳子陽提出送楊碧彤回家。不用了，我住的地方離這裡很近。楊碧彤婉言謝絕。陳子陽卻堅持，這麼晚了，一個女孩子不安全。其他同事都看着他們，表情各異。楊碧彤不想引起更多注意，只好答應。車上，陳子陽一直在打探他的背景。聽你口音不像本地人。我小時候在南方長大。楊碧彤含糊其辭。父母是做什麼的？普通工薪階層。陳子陽顯然不相信，但也沒有追問。他把車停在一個普通小區門口。你就住這裡？語氣中的輕視很明顯。楊碧彤點點頭，謝謝陳老師送我回來。他快速下車，頭也不回地走進小區。陳子陽在車裡坐了很久，才開車離開。楊碧彤從小區另一個門走出來。一輛黑色轎車已經在等他。小姐，直接回家嗎？司機恭敬地問道。今天有點累。他靠在座椅上，閉上眼睛。第二天上班，氣氛明顯不同。同事們看他的眼神帶着異樣。
楊碧彤不明所以，直到聽見茶水間的議論。聽說他昨天坐陳子陽的車回家的，這麼快就勾搭上了。議論聲不大，但足夠清晰。楊碧彤沒有理會，徑直走向自己的工位。陳子陽已經坐在那裡，表情得意。早啊，碧彤。他故意大聲打招呼，周圍的同事都看了過來。楊碧彤淡淡回應：早，陳老師。他特意加重了“老師”2個字。陳子陽臉色微變，但很快恢復如常。上午的工作會議，李主管分配新任務，化妝品項目要開始第2期了。他看向陳子陽：這個項目還是由你負責。陳子陽立即說：我想帶碧彤一起做。李主管有些意外，他才來第2天，正好可以學習一下。陳子陽的笑容看起來很真誠。楊碧彤想要拒絕，但找不到合適的理由。會議結束後，他找到陳子陽：陳老師，我覺得我經驗還不夠。陳子陽拍拍他的肩：放心，我會帶你的。他的動作過於親密，楊碧彤不動聲色地避開。那就麻煩陳老師了。他保持着禮貌的距離。回到工位，楊碧彤仔細研究項目資料。他發現第1期項目存在很多問題，客戶對創意方案其實並不完全滿意，但陳子陽在匯報時都隱瞞了這些。有意思。楊碧彤若有所思。中午，他特意去了另一層的餐廳，避開同事們的目光，他需要安靜思考。這個陳子陽明顯別有用心，要麼是想追求他，要麼是想利用他。無論是哪種，都讓他感到不適。再觀察一段時間，他決定暫時按兵不動。下午，陳子陽給他發來一份文件，這是項目背景資料，你今天看完。文件很大，明顯超出正常工作量。楊碧彤沒有抱怨，開始認真閱讀。他注意到幾個數據有問題，做了標記。下班時，陳子陽過來檢查進度。這麼快就看出問題了？他看到標記，有些驚訝，只是覺得這些數據需要核實。楊碧彤謹慎地回答。陳子陽深深看了他一眼。明天早會你來做匯報。這是明顯的刁難，但楊碧彤接受了挑戰。好的。他的平靜讓陳子陽有些意外。下班後，楊碧彤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。他仔細檢查了項目相關的所有文件，發現的問題比他想象的還要多。這個陳子陽，能力配不上他的野心。他輕聲總結，關掉了電腦。走出大樓時，夜幕已經降臨。楊碧彤站在路邊等車，思緒萬千。這場職場體驗比他預期的要複雜，但他並不打算退縮，這才有意思，不是嗎？他微微一笑，眼神堅定。第2天早會，會議室坐滿了人。楊碧彤站在投影幕前，神情自若。陳子陽坐在角落，嘴角帶着看好戲的笑意。李主管看了看時間，開始吧。楊碧彤打開 PPT， 開始匯報項目分析。他的聲音清晰沉穩，完全不像個新人。根據現有數據，項目1期存在3個主要問題。幕布上出現詳細的圖表和分析。會議室漸漸安靜下來，所有人都很驚訝。陳子陽的臉色越來越難看。他沒想到楊碧彤真的做了如此深入的分析。客戶滿意度數據顯示，創意部分評分最低。楊碧彤指向一組紅色標出的數據，但項目總結報告裡這部分被淡化了。他直接點出了陳子陽匯報時的隱瞞。會議室氣氛頓時變得緊張。李主管推了推眼鏡，這些數據哪來的？都是公司內部公開資料。楊碧彤平靜地回答。陳子陽突然站起來，
這些數據已經過時了。他試圖打斷匯報，但楊碧彤繼續往下說。最新數據顯示，問題依然存在。他切換 PPT， 展示更新的數據。陳子陽的臉色變得鐵青。李主管示意他坐下，讓碧彤說完。楊碧彤用10分鐘完成了匯報，不僅指出問題，還提出了改進建議。他的表現超出所有人的預期。會議結束後，李主管留下楊碧彤。你的分析很專業，不像個新人。楊碧彤早有準備，我在學校主修市場營銷，看得出來你很用心。李主管難得地露出笑容。陳子陽在辦公室外等着，臉色陰沉。你是什麼意思？他攔住楊碧彤，語氣咄咄逼人。我只是完成你交代的工作。楊碧彤平靜地看着他。你是故意讓我難堪？陳子陽壓低聲音，帶着威脅。楊碧彤輕輕搖頭，我只是在盡本職工作。他繞開陳子陽，回到自己的工位。其他同事都在偷偷觀察，沒人敢說話。中午食堂裡，楊碧彤獨自吃飯，幾個女同事主動坐過來搭話。早上的匯報很棒啊。是啊，我們都沒想到。他們的友善來得突然，楊碧彤保持警惕。只是做了該做的。他簡單回應，繼續吃飯。陳子陽端着餐盤走過來，可以坐這裡嗎？不等回答，他已經坐下，氣氛頓時變得尷尬。碧彤確實很優秀，他突然轉變態度，笑容可掬。但職場不是學校，團隊合作更重要。這話聽起來像誇獎，實則暗藏譏諷。楊碧彤放下筷子，我吃飽了，你們慢用。他起身離開，不給陳子陽繼續說教的機會。下午工作時分，楊碧彤收到匿名郵件，郵件內容是他早上匯報的 PPT， 附言寫着不要太出風頭。他刪除郵件，不動聲色。陳子陽一直在觀察他的反應，見他毫無表示，顯得有些失望。下班前，李主管召集項目組開會。2期項目要開始了，需要重新分工。他看向楊碧彤，你負責數據分析部分，這是重要的核心工作，通常不會交給新人。陳子陽立即反對，這不太合適吧？我覺得碧彤可以勝任。李主管態度堅決。楊碧彤感受到陳子陽的敵意，但坦然接受。我會努力做好的。會議結束後，陳子陽跟着他到茶水間。你到底是什麼人？他直接問道，眼神銳利。一個新人員工而已。楊碧彤泡着茶，頭也不抬。新人不會這麼熟練。陳子陽選擇着用詞。楊碧彤終於抬頭看他，陳老師想說什麼？他的平靜讓陳子陽有些挫敗。我希望我們能夠好好合作。他改變策略，露出虛偽的笑容。楊碧彤點點頭，當然，為了項目成功。他端着茶杯離開，留下陳子陽獨自惱怒。接下來的幾天，工作異常順利。陳子陽不再刁難，反而積極配合。但楊碧彤知道他不會輕易放棄。週五下午，他提前完成數據分析，正準備交給李主管，陳子陽過來阻攔。我先幫你檢查一下。他拿過 U 盤，插在自己電腦上。不用麻煩陳老師了。楊碧彤想要拿回 U 盤，但陳子陽已經打開文件。他快速瀏覽着內容，眼神越來越亮。做得不錯，我直接交給主管吧。陳子陽說着就要拔下 U 盤。楊碧彤按住他的手，我自己來。兩人僵持不下，氣氛緊張。最後陳子陽讓步，但眼神陰鸷。楊碧彤拿着 U 盤直接去找李主管。
匯報工作時，他特意提到陳子陽的幫助。李主管若有所思：“你們相處得怎麼樣？”陳老師很照顧我。楊碧彤選擇客套的回答。下班後，他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。檢查電腦時，發現有人動過他的文件。雖然對方很小心，但還是留下痕跡。果然忍不住了。楊碧彤冷笑，備份了所有資料。他預感到真正的較量才剛剛開始。這個陳子陽比他想象的還要難纏，但越是這樣，這場遊戲才越有意思。他期待着接下來的發展。週一早上，楊碧彤提前到公司。他仔細檢查工位，發現有人動過他的抽屜。雖然物品擺放得很整齊，但順序不對。週末有人進來過。他不動聲色，打開電腦檢查。系統日誌顯示週六有登錄記錄。IT 部門應該不會週末來維護電腦。楊碧彤記下時間點，繼續日常工作。陳子陽遲到了1個小時，神色匆忙。他打招呼時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楊碧彤淡淡回應，繼續處理郵件。上午項目組開會討論2期方案。陳子陽提出的方案與楊碧彤的數據矛盾。根據我的分析，客戶更傾向於保守設計。他展示的所謂數據來源不明。楊碧彤舉手發言，我這邊數據顯示相反。他打開自己整理的分析報告，2份數據明顯對不上，會議室氣氛尷尬。李主管皺眉，數據來源都是哪裡？陳子陽搶先回答，我的是直接來自客戶反饋。楊碧彤平靜地說，我的是公司數據庫導出。他特意強調公司數據庫幾個字。陳子陽的臉色微變，但強自鎮定。可能數據庫更新不及時。他試圖解釋，但顯得很牽強。會議不歡而散，李主管要求重新核實數據。散會後，楊碧彤去茶水間泡咖啡，聽見2個同事在休息區低聲交談。陳子陽最近很奇怪啊，聽說他和郭經理是親戚。楊碧彤放慢腳步，仔細傾聽。哪個郭經理？人事部的郭秀芬，是他遠房表姨。這個消息讓楊碧彤若有所思。他回到工位，登錄公司人事系統。普通員工權限有限，查不到詳細信息。但一些公開記錄顯示，陳子陽確實特殊。他的晉升速度比同期員工快很多，而且幾次工作失誤都沒有受到處分。楊碧彤記下這些發現，繼續工作。下午，他去人事部交材料，特意觀察郭秀芬。郭秀芬是個40多歲的中年女性，穿着考究，神情嚴肅，看起來很有威嚴。楊碧彤交材料時，郭秀芬多看了他一眼。你就是新來的楊碧彤？語氣聽不出喜怒。是的，郭經理。楊碧彤表現得謙遜有禮。郭秀芬點點頭，好好工作。簡單的對話，卻帶着莫名的壓力。回到策劃部，陳子陽等在電梯口。你去人事部了？他語氣緊張。交一些材料。楊碧彤如實回答。陳子陽明顯鬆了口氣。以後人事部的事我可以幫你。他故作熱心，但意圖明顯。楊碧彤微笑，不麻煩陳老師了。他繞過陳子陽，回到自己工位。下班後，楊碧彤特意加班到很晚。等所有人都離開後，他開始深入調查。通過一些特殊權限，他查到更多信息。陳子陽和郭秀芬的關係確實不一般。3年前，陳子陽面試未通過，是郭秀芬特批入職。之後每次績效考核，郭秀芬都會插手。最近一次項目失誤，本該記過處分，但在郭秀芬干預下，只是口頭警告。
楊碧彤整理着這些信息，眉頭緊鎖。這種裙帶關係嚴重影響了公司公平。他父親最討厭的就是這種情況。看來這次體驗能幫公司解決一些問題。他輕聲自語，保存好所有證據。第二天，楊碧彤故意在陳子陽面前提起人事部。昨天見到郭經理，他看起來很嚴肅。陳子陽立即緊張起來：“你和他說話了？”“只是簡單打招呼。”楊碧彤觀察着他的反應。陳子陽明顯放鬆下來：“郭經理人很好的。”這話聽起來像在說服自己。楊碧彤順勢問道：“陳老師和郭經理很熟？”陳子陽支吾着：“工作上接觸過幾次。”他的掩飾更加證實了楊碧彤的猜測。中午，楊碧彤特意到人事部樓層吃飯，果然看到陳子陽和郭秀芬在一起，兩人在角落低聲交談，神情嚴肅。郭秀芬不時點頭，拍拍陳子陽的肩膀，看起來確實關係匪淺。楊碧彤默默觀察，沒有打擾。下午工作時分，李主管突然找他談話：“碧彤，最近工作還順利嗎？”問題來得突然，楊碧彤謹慎回答：“挺好的，同事們都很好。”李主管欲言又止：“如果有什麼困難？”他話沒說完，但意思很明顯。楊碧彤微笑：“謝謝主管關心。”談話結束後，他意識到有人施壓，很可能就是郭秀芬通過李主管傳話。這種隱形的權力遊戲讓他感到厭惡，但也讓他更堅定要揭開真相。下班路上，楊碧彤給父親發了條信息：“公司情況比想象中複雜。”很快收到回復：“需要幫忙嗎？”“暫時不用，我能處理。”他收起手機，眼神堅定。這場職場體驗已經變成了一場較量，而他絕不會輕易認輸。項目2期進入關鍵階段，整個策劃部都很忙碌。楊碧彤負責的數據分析部分基本完成。他發現陳子陽負責的創意方案存在嚴重問題，設計方案與客戶需求嚴重不符。如果按這個方案執行，項目很可能失敗。楊碧彤猶豫要不要直接指出問題。考慮到陳子陽和郭秀芬的關係，這很冒險，但職業操守讓他無法保持沉默。他先找到李主管匯報情況：“主管，我覺得創意方案需要調整。”李主管看完分析報告，臉色凝重：“這個問題很嚴重，你確定嗎？”楊碧彤點頭，數據支撐很充分。李主管沉思片刻：“我會找陳子陽談話。”但第二天，情況急轉直下，李主管被臨時派往外地出差，項目暫時由陳子陽全權負責。這個安排很不尋常，楊碧彤心生警惕。陳子陽立即召開項目會議，方案已經最終確定，不再修改。他直接宣布不給討論的機會。楊碧彤舉手：“但我發現一些問題。”陳子陽打斷他：“你的數據分析有誤。”他展示另一份報告，數據與楊碧彤的完全相反。會議室其他人都沉默不語。楊碧彤堅持：“我可以用原始數據驗證。”陳子陽冷笑：“你是質疑我的專業能力？”氣氛頓時劍拔弩張。會後，楊碧彤被單獨留下。“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位置。”陳子陽語氣帶着威脅。楊碧彤平靜回應：“我只是為公司利益考慮。公司利益由高層判斷，不是你一個新人。”陳子陽靠近一步，壓低聲音：“不要給自己找麻煩。”這是赤裸裸的警告。楊碧彤不為所動：“我會對自己的工作負責。”他轉身離開，脊背挺直。當天下午，公司內網出現匿名帖子
暗示某新人員工靠不正當關係進入公司。雖然沒有指名道姓，但明顯指向楊碧彤。同事們看他的眼神都帶着異樣。楊碧彤猜到是陳子陽的手段，但他沒有聲張，繼續專心工作。下班時，他在電梯遇到郭秀芬。楊碧彤是吧？郭秀芬主動打招呼，語氣冷淡。郭經理好。楊碧彤禮貌回應。聽說你在項目組表現很活躍。郭秀芬意有所指。楊碧彤微笑，盡力做好本職工作。電梯到達1樓，郭秀芬突然說：“年輕人要懂得收斂，太過鋒芒不是好事。”這話看似勸告，實為警告。楊碧彤點頭，謝謝經理指點。他走出電梯，心情沉重。情況比他想象的還要糟糕。郭秀芬已經直接介入，保護陳子陽。當晚他加班到很晚，重新核對所有數據，確認自己的分析完全正確。陳子申的方案確實存在重大隱患。第二天項目匯報會，高層領導參加。陳子陽得意洋洋地展示方案。輪到楊碧彤匯報數據時，他故意打斷：“這些數據我們已經討論過，存在爭議。”高層領導點頭，示意跳過這個部分。楊碧彤突然站起來：“我認為有必要說明。”全場驚訝地看着他。他打開自己準備的 PPT， 直接投屏。這是原始數據和分析過程，清晰的數據對比顯示出方案的漏洞。陳子陽臉色大變：“你這是篡改數據？”楊碧彤平靜回應：“所有數據都可查證。”會場一片嘩然，高層領導交頭接耳。陳子陽突然大聲說：“你一個新人懂什麼？”他的失態讓在場所有人都很驚訝。窮酸樣還裝清高，不就是想出頭嗎？這話已經超出職場底線。楊碧彤靜靜地看着他，沒有回擊。會議被迫終止，項目暫停審查。事後，楊碧彤被郭秀芬叫到人事部。今天的行為嚴重違反公司紀律。郭秀芬直接定性，不容辯解。楊碧彤平靜地問：“指出問題也算違紀？頂撞上級，破壞團隊合作。”郭秀芬冷冷地說：“公司考慮給你處分。”楊碧彤終於明白，這是一場不公平的遊戲。規則由他們制定，解釋權在他們手中。但他並不打算屈服。“我接受公司任何決定。”他轉身離開，姿態從容。回到策劃部，同事們都在躲避他的目光，只有幾個年輕同事偷偷給他豎大拇指。陳子陽的工位空着，據說被郭秀芬叫走了。楊碧彤知道這場鬥爭才剛剛開始，他整理好所有證據，等待合適時機。這場職場體驗已經變成正義與不公的較量，而他注定要站在正義這一邊。隨後的幾天，公司氣氛明顯不同。楊碧彤被孤立了，同事們都不敢和他說話。陳子陽則更加囂張，儼然部門紅人。周五下午，楊碧彤收到人事部通知，要求他周一去談話，內容涉及工作態度。這顯然是郭秀芬要進一步施壓。周末2天，楊碧彤仔細思考對策。他可以亮明身份，立即結束這場鬧劇，但這樣就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郭秀芬和陳子陽的關係網還會繼續存在，更多普通員工會受到不公平對待。他決定繼續以普通員工身份應對。周一早上，楊碧彤準時來到人事部。郭秀芬坐在辦公桌後，神情嚴肅。經過研究，公司認為你不適合當前崗位，開場白直接定調，不給討論餘地。楊碧彤平靜地問：“具體原因是什麼？”缺乏團隊精神，破壞部門和諧。
郭秀芬照着文件念，語氣冰冷。楊碧彤微笑，是因為我指出方案問題嗎？郭秀芬皺眉，態度問題也是重要原因。談話進行得很簡短，結論早已內定。回到策劃部，楊碧彤開始整理物品。陳子陽走過來，臉上帶着勝利的笑容。早說過讓你收斂一些，語氣中的得意毫不掩飾。楊碧彤沒有理會，繼續收拾東西。李主管出差回來了，得知消息很震驚。他找到楊碧彤，我可以向上級反映。不用了，主管。楊碧彤微笑搖頭，我已有決定。他提交了離職申請，郭秀芬立即批准。效率之高，超出正常流程。離職手續辦得很快，人事部特事特辦。最後一天，楊碧彤像往常一樣工作，完成所有交接手續，整理好文件。陳子陽一直在觀察他，似乎不太滿意他的平靜。下班時間到了，楊碧彤抱起收納箱，箱子裡都是他的私人物品，不多但整齊。他向同事們點頭道別，大多數人回避他的目光。走向電梯的路上，陳子陽突然衝過來，就這麼走了？他搶過箱子，表情扭曲。楊碧彤平靜地看着他，請還給我。陳子陽冷笑一聲，走向旁邊的垃圾桶。箱子被扔進垃圾桶，發出沉悶的響聲。綠蘿的泥土灑了一地，茶杯滾落出來。周圍的同事都停下腳步，但沒人阻止。楊碧彤站在原地，眼神平靜得可怕。他慢慢掏出手機，撥通一個號碼。電話那頭沉默片刻，好。簡單的對話讓整個大廳鴉雀無聲。陳子陽的笑容僵在臉上。郭秀芬正好從電梯出來，聽到這句話，她臉色瞬間蒼白，似乎意識到什麼。楊碧彤收起手機，看着目瞪口呆的眾人。這場職場體驗以最意外的方式結束了，但真正的故事才剛剛開始。垃圾桶裡的物品散落一地，綠蘿的葉片沾滿污漬。楊碧彤靜靜地站着，仿佛時間都停止了。陳子陽臉上的得意漸漸變成不安。你剛才給誰打電話？他的聲音有些發抖。楊碧彤沒有回答，彎腰撿起地上的茶杯，動作從容不迫，仿佛在自家花園散步。郭秀芬快步走過來，強裝鎮定。楊碧彤，你這是在幹什麼？語氣依然帶着上司的威嚴。楊碧彤抬頭看他一眼，眼神平靜。郭經理，很快你就知道了。這話讓郭秀芬臉色更加難看。圍觀的同事開始竊竊私語。他剛才叫電話那頭吧？難道他真的是？猜測聲四起，眾人神色驚疑不定。陳子陽突然大笑起來，試圖挽回局面。裝神弄鬼，你以為這樣就能嚇到人？但他的笑聲顯得很空洞。楊碧彤繼續收拾散落的物品，動作優雅，每一個動作都在無聲地打臉在場的人。人事部助理匆匆跑過來，在郭秀芬耳邊低語。郭秀芬的臉色瞬間慘白如紙。董事長電話。她結結巴巴，完全失態。整個大廳頓時鴉雀無聲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楊碧彤身上。他終於收拾完所有物品，站起身。郭經理，接電話吧。語氣平淡，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。郭秀芬顫抖着接過助理手中的手機。董事長您好。他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。電話那頭的聲音透過話筒隱約傳出。雖然聽不清內容，但郭秀芬的反應說明一切。她不斷點頭哈腰，額頭滲出冷汗。是，我明白，馬上辦。掛斷電話時，她幾乎站立不穩。
陳子陽衝過去扶住他，表姨，怎麼了？郭秀芬推開他，眼神驚恐地看着楊碧彤。楊小姐，對不起。這話坐實了所有人的猜測。嘩然聲四起，同事們目瞪口呆。楊碧彤微微一笑，現在可以好好說話了嗎？他的目光掃過陳子陽，後者臉色死灰。這不可能，你怎麼可能是？陳子陽喃喃自語，無法接受現實。楊碧彤走到他面前，聲音清晰：“怎麼來的怎麼走。”這話說得很好。他頓了頓，環視四周。不過要走的不是我。這話如同驚雷，在場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郭秀芬突然反應過來，對着陳子陽怒吼：“都是你惹的禍！現在滿意了？”他試圖推卸責任，但為時已晚。楊碧彤搖搖頭，拿出另一部手機：“劉秘書，可以開始了嗎？”他對着電話簡單交代。幾分鐘後，保安部長帶着人趕到。郭經理，陳先生，請跟我來。語氣禮貌但不容拒絕。這場面逆轉得太快，眾人還沒反應過來。楊碧彤抱起重新整理好的箱子。這次有人急忙上前想要幫忙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他婉拒了，走向電梯。在電梯門關閉前，他回頭看了一眼，目光掃過每一個人的臉，意味深長。電梯上行，直達頂層董事長辦公室。門開時，許正已經等在門口。體驗結束了，父親微笑着問。楊碧彤放下箱子，嘆了口氣，比想象中精彩。父女相視一笑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而樓下，一場大清洗才剛剛開始。董事長辦公室裡，楊碧彤坐在沙發上喝茶。許正看着女兒，眼神中帶着欣慰。這3個月的體驗，有什麼收穫？楊碧彤放下茶杯，神情認真。公司管理存在很大問題。他打開隨身帶的筆記本，特別是人事方面，裙帶關係嚴重。許正點頭，這個問題我知道，但比想象中更嚴重。楊碧彤調出自己收集的證據，郭秀芬和陳子陽的關係網清晰呈現，不僅是他倆，還涉及多個部門主管，一個利益小團體互相包庇。許正看着資料，臉色凝重。你打算怎麼處理？他把決定權交給女兒。楊碧彤沉思片刻，要根治，不能只處理表面。他提出一套完整的改革方案，包括人事制度改革、監督機制建立。許正認真聽着，不時點頭。就按你說的辦。他按下內線電話，讓劉秘書進來。劉秘書進來時，看到楊碧彤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復專業態度。董事長。立即召開緊急董事會。許正下達指令，主題是人事改革。劉秘書快速記錄，眼神難掩驚訝。與此同時，樓下已經亂成一團。郭秀芬和陳子陽被保安帶往會議室，其他相關人員也被逐一請去談話。策劃部辦公室裡人心惶惶，沒想到楊碧彤是董事長女兒。陳子陽這次完了。議論聲中，李主管從出差地趕回，他直接來到頂層辦公室。董事長，這件事我也有責任。李主動請罪，態度誠懇。楊碧彤為他說話，李主管一直很公正。許正點頭，公司需要你這樣的管理者。他當場任命李靜為人事部代經理，負責協助這次的整頓工作。調查進行得很快，證據確鑿。郭秀芬濫用職權，包庇親戚；陳子陽靠關係上位，能力不足。還有其他幾個主管涉及違規操作。董事會決定全部嚴肅處理。消息傳出，公司上下震動。
普通員工暗自叫好，關係戶人人自危。楊碧彤雖然身份曝光，但保持低調。他繼續參與改革方案的制定，重點建立公平的晉升機制，杜絕裙帶關係，任人唯賢。1週後，公司發布正式公告，郭秀芬被辭退，陳子陽開除，其他涉事人員根據情節輕重處理。同時公布新的人事制度，強調公平公正、能力至上。員工反響熱烈，士氣大振。楊碧彤在這個過程中學到很多，不僅是管理知識，還有人性的理解。父親問他要不要正式進入公司，他思考後拒絕，還需要更多學習，但承諾會繼續關注公司發展。這場風波過後，公司氣象一新，而楊碧彤的職場初體驗雖然短暫，卻成為他人生中寶貴的一課，也為公司帶來了一場及時的改革。郭秀芬收拾辦公室物品時，手一直在發抖。3天前，他還是權勢燻天的人事經理，現在卻要像個失敗者一樣離開。保安在旁邊監督，防止他帶走機密文件。每個經過的員工都投來異樣目光，有同情，更多是幸災樂禍。他終於體會到被眾人鄙視的滋味，想起楊碧彤最後看他的眼神，平靜中帶着憐憫，比憤怒更傷人。陳子陽來得很快，臉色慘白。表姨，現在怎麼辦？他聲音發抖，完全失去往日囂張。郭秀芬冷笑，現在知道叫表姨了。他把責任都推到陳子陽身上。如果不是他招惹楊碧彤，不會如此。但內心深處知道，自己才是根源。濫用職權，包庇親戚，終食惡果。人力資源公司打來電話，婉拒他的求職。消息傳得真快，行業內部已經封殺。他癱坐在椅子上，感到絕望。與此同時，楊碧彤正在召開員工座談會，聽取大家對人事改革的建議。他坐在普通員工中間，態度親切。我希望公司是公平競爭的平台。這句話獲得熱烈掌聲。年輕員工尤其擁護這項改革，他們曾經受夠關係戶的壓制，現在終於看到希望。李靜作為新人事經理主持會議，他專業的表現贏得大家信任。會後，楊碧彤和李靜單獨談話，改革要堅持下去，不能半途而廢。李靜鄭重承諾，我會盡全力。他感謝楊碧彤的推薦，表示不負期望。楊碧彤微笑，我看重的是你的正直，這種認可比任何獎勵都珍貴。離開公司時，楊碧彤遇到幾個老同事，他們尷尬地打招呼，神情羞愧。曾經孤立他的人，現在想套近乎。楊碧彤態度淡然，保持適當距離，不記仇，但也不會輕易原諒。電梯裡，他想起陳子陽扔箱子的場景，當時憤怒，現在只覺得可悲。有些人永遠不懂尊重他人，最終自食其果。回到董事長辦公室，父親在等他。處理得怎麼樣？比預期順利。楊碧彤匯報座談會情況，許正滿意點頭，你做得很好。但他提醒女兒，改革會有阻力，既得利益者不會輕易放棄。楊碧彤理解，但表示會堅持。他提出要定期回公司跟進進展，許正支持這個想法。傍晚，楊碧彤最後一次以員工身份離開，保安恭敬地為他開門，態度完全不同。他微微一笑，保持平常心。身份曝光不意味着特權，而是更大的責任。這場風波教會他很多，關於權力，關於人性，關於管理，都是書本上學不到的寶貴經驗。他期待着未來的挑戰。
3個月後，楊碧彤以特別顧問身份回公司，人事改革初見成效，員工士氣高漲。新招聘的員工都是憑實力入選，晉升機制透明，大家工作積極性很高。李靜帶領的人事團隊專業高效，公司業績也隨之提升。董事長許正在董事會上表揚改革成果，特別提到女兒的貢獻，但楊碧彤保持低調，拒絕過多榮譽。他認為這是全體員工共同努力的結果。下午，他參加策劃部會議，討論新項目。現在的策劃部氛圍完全不同，大家暢所欲言，創意碰撞，沒有人際關係負擔，效率大大提高。會議結束後，新主管請教他意見，楊碧彤簡單點評，強調團隊合作。離開時，他在電梯遇到幾個新員工，年輕人充滿朝氣，討論工作熱情洋溢，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景象。走出大樓，陽光明媚，楊碧彤想起3個月前的場景，那個被扔進垃圾桶的箱子，那通改變一切的電話，一切仿佛昨天，又好像很久遠。手機響起，是父親。晚上回家吃飯？好，我馬上回去。掛斷電話，他深吸一口氣。這場職場體驗雖然曲折，但收穫遠超預期。不僅幫公司清除積弊，也讓自己成長很多。他期待着下一次挑戰，無論以什麼身份，都會堅持正義和公平。這是父親教導的，也是自己堅信的。天空很藍，未來很長，故事還在繼續。感謝大家的觀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